屋龄的问题真的没那么严重哦，真的没那么严重。会严重哦，就在于哪里？就在未知两个字哦，我就不知道我现在买这30年、35年的大楼以后会怎样嘛？哦，我就不知道啊，所以我会怕哦。所以我认为啊，中央政府应该要带头做出超高屋龄大楼的相关措施跟承诺，就是你要让人民很清楚的知道说，大楼的屋龄到哪一个阶段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就好了哦。你管它房价会跌会涨，就是有一个规则出来让大家 follow 就好了。那你详细的立法、权力分配计算这些东西都可以再研究。身为民众，只是需要知道说屋龄到什么程度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呢、就会被纳进购屋的考量上。那这件事情其实就解了，其实就解。我的建议是怎么样？我的建议是，屋龄超过45年启动安置计划，屋龄达到50年拆除重盖。拆除重盖过程中，至少需取得50%社会住宅，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以房养老必看，教你避开银行最怕的屋龄陷阱。先说结论，银行在看老电梯大楼会认为它的残值几乎是零啊，只有土地值钱，所以就算他愿意给你办以房养老，可能给你的贷款额度也会少得可怜。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现在可以狂杀价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以房养老的房子该怎么挑。我们之前有拍过一集以房养老的影片然后就有那个付费会员跑来问我说，他现在手上有2间10年的新成屋，然后想要换成一间30年左右的蛋黄区电梯大楼，因为比较大。那又考虑到以后要申请以房养老，会不会到时候不好申请这样？我想了想这的确是个好问题拿出来聊一下。先说结论，我建议他不要换你买都买了，因为蛋黄区的房子虽然很保值，但如果今天是银行在看这些房子很容易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就是到时候他说他老了，他现在也没多大年纪耶，他的老起来那个屋龄可能到60-70年的屋龄，到时候就变成屋龄过高，只剩下土地价值。但因为你是电梯大楼，所以土地的持分会很小，就算要放给你，也放了不多。比方说房子2000万最后他算一算，东算西算，放给你200-300万之类的。然后依照现行的制度是，放款到一个上限以后，银行会要你把房子卖掉来偿还，不太容易达成所谓的以房养老这个任务。所以你要知道，银行不爱老电梯大楼你看这个就会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的电梯大楼未来跟银行申请以房养老的时候，你旁边的破公寓申请到的钱都比你还多。我讲的是以房养老的这个情境当然你在蛋黄区的老电梯大楼，你去贷款还是8成嘛但是这是在作为买方的时候，作为那个以房养老的时候，老电梯大楼目前这样我看起来是没有优势的你旁边的破公寓申请的比你多，为什么你房价明明比它还高，为什么老公寓申请以房养老的钱比你还多？那就土地嘛，对不对？它土地比较多。我们换个思路来看如果你是准备要拿来做以房养老的房子那你干脆准备蛋黄区的公寓算了，对不对？第一个，公寓的持分大，你可以分比较多的钱。第二个，都更以后会变新房子这里的新房子不一定全部都是都更，也可能是怎样危楼啊，对啊，危楼，然后政府因为安全问题介入，这2件事情都是容易发生的。反正你是要以房养老，那个以房养老是30年后的事情，对不对？现在公寓屋龄45 30年后变成75年，应该还等不到那个75年的公寓，市政府就介入了，建商不进去，市政府也必须要进去，居民啊、安全撤离啊，什么有没的。那现在的电梯大楼例如这位会员想要买了30年蛋黄区黄金地段的30年电梯大楼，等它变成50年的电梯大楼的时候，有没有机会被都更到？应该是没有，因为那个大楼先天不利，就是容积都被用完了，用光光了。下一手要去做都更的无利可图，所以建商全部出局，那是大楼那只剩下一条路，就是说安全问题，市政府介入建商在做都更一定优先考虑公寓了嘛，最好是4层楼的公寓啊那因为他只要谈8户，如果是5层楼，他谈10户这样，所以你的电梯大楼跟旁边的公寓相比是比较不相的，因为你的地坪太小了，然后户数太多了这样，而且之后的容积大概也都被用光了。好，那老公寓它没有额外的公设，我想你比较我还懂就是如果你真的瞄准都更，绝对不是选大楼这件事情，
最后你要知道，我说的不一定对哦。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情不一定是正确答案，因为以房养老这件事情哦，现在案件量实在太少，银行现在自己也是爱推不推哦。等到真正大量的需求涌入的时候，银行的方案必定发生改变，这我很确定哦。为什么？因为老人太多了，大量的老人都就没几件在以房养老哦。等到以后哦，那个一个月一个分行哦，新增个150件。以房养老那个条件怎么可能会大家都很好？但我们很确定的是，老电梯大楼就是有它的硬伤哦。那包含很多年轻人啊，他都宁愿住新一点哦，小一点也没关系的电梯大楼，那他势必会遇到一些状况，但也很可能会怎么样？就老电梯大楼老起来放哦，老到撞到政府的额外补助哦。例如我们之前提到了政府会因为安全问题来介入哦，去协助一些高雄不是就有哦，但是那个是很不好的事情啊，突发夜半时分突发大火哦，然后现在全部拆掉。那原本的产权人呢，他的安置呢，那些东西就额外再谈了，也是变相的完成一种都市更新。虽然它现在是全部拆掉，做成一个好像公园的地方。那公寓的都更台北市其实非常的多哦，雨后春笋般的多，因为蒋万安市长的那个什么都更20支箭哦，那所以我不建议你听了这一集以后，然后你就考虑把自己的电梯大楼抛掉哦，老电梯大楼抛掉。不明朗啊，我只能讲说现在情况是不明朗的哦，你自己判断看看。如果你就打定主意要以房养老，要先准备起来，去持有一个公寓哦，到时候应该怎样都是赢。那你去持有一个老电梯大楼，那就是要看到时候的那个，因为你土地十分小，又无法都更，那就要看有没有机会，因为安全问题怎样抛掉还是很可惜的。但有件事我很确定哦，就是房子这件事情怎样多多益善哦，你就弄一个 set 叫做退休包哦之类的，随便。各类房子都有哦，电梯大楼、公寓、透天都来一套。未来政策要怎么变，你都有牌可以打哦，这样也是蛮理想的。不要说做不到哦，因为那是以房养老，那30年后的事情，你有30年可以慢慢把它准备起来，这样。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哦，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哦，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哦，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哦，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
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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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那都讲到老电梯大楼了我们来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屋龄超过40年的电梯大楼结局会怎么样？首先这个屋龄超过30是内政部自己写的，自己说的老屋，屋龄超过30年那它又要有电梯的大楼也就是说在40年前它是一个有电梯的大楼，很新颖，对不对？40年前大家都在透天公寓这种东西，结果它已经有电梯了，那时候是很下爬的来及。但是时过境迁，现在40年了，屋龄超过40年的大楼结局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比前面讨论的稍微有意思一点跟你分享。我也做了蛮多功课跟思考，这很有趣是可以拍成一集公视纪录片的内容。不过我不是专业的我先用讲给你听先说结论，就是等政府因为公共安全的原因介入强制去危老都更，居民撤离安置，原地盖新的，再看怎么安排，就这样子。这大概是所有大楼的最终的终点，就是长这样。你等建商你是等不到了，因为大楼产权复杂公寓8到10户就整合不起来了，还超过100户的大楼。而且大楼还有一个天生的问题，就是它容积已经几乎被用完所以下一手没有漏嘛，这我前面有提到，就真的要等县市政府的介入因为安全问题介入，他也不会说好，那大家来我让他赚一笔横财不会嘛，因为安全问题介入，终点就是长这样。那目前台湾可以查到的有电梯的最高屋龄的案子是哪个不好查因为很多不能买卖，像总统府有4个案子讲给你听，很特别。第一个台北市胜利大厦，第2个台中市合作大楼，第3个台南林百货，第4个高雄四维国宅。这4个是我所看到相对比较多曝光那甚至还有在市场中买卖，当然林百货没有啦，这只是很特别拿出来讲。台北市胜利，台中市合作，然后台南林百货跟高雄四维国宅，我们来一个一个说我们从最后一个高雄四维国宅给它说回去。来你看这个这就高雄四维国宅，它在高雄市文化中心的对面，高师大那边，1979年盖的到今天屋龄是45年，到现在的591信义勇气都还有蛮多户在上面做交易的，意思是它不是废墟，它还是蛮多人在里面住，在里面生活。那它的实价登录也是爬到1坪30万，这叫屋龄45年市中心电梯大楼对不对？还是有人在买因为它是传统文教区，学区很好，生活机能也很好，可是它要追垃圾车这是它前面有一个广场，然后垃圾车的时间，那所有的阿公阿嬷就会提前去那里集合，真的提前大概半个小时那么多拿着垃圾那坐着椅子在干嘛？要聊天就是这样。那是他们的社交，垃圾车社交，这是台湾很独特的风景那跟停车很困难这样。45年前不会考虑到家家户户都有汽车啦，跟多台的机车啦，所以那个车位是很紧张的就林权街那边很好住我说这很好住我自己是蛮喜欢那边的。屋龄45年还有电梯，这个在45年前一定是怎样尊爵不凡的社区，对不对你有电梯耶你家有电梯耶这样。只是现在变成又老又旧，它是又老又旧，它没有要破居民还是欣欣向荣，很热闹它只是说你这个要怎么危老都更，你这个危老都你容积用光光了，建商不可能入局了，那你只剩下市政府来兜底，市政府一定很头痛为什么480户，你光是迁移安置就好几十亿了，那里面一大堆老人家打算怎样给他住到挂几乎无法沟通，那你就只能放着定期结构安全检查，没问题就继续住，出问题再来想办法不然怎么办就这样。高雄的四维国宅屋龄45年，很精彩。如果你来高雄玩你可以，我讲这样是不好了，但是你可以干这件事情，就是你就跑到那边去然后
以前的设计没有什么守卫啊、警卫室这种东西，它1楼的穿堂是通的所以你可以在那边走一走，你看一下那个45年前的设计大概长什么样。为什么我高雄我是把那个四维国宅拿出来讲？我不是讲说更加有名的国贸，对不对？国贸很多 YouTuber 都会去拍，说什么香港的造型的房子啊，看起来密集很恐怖啊，国贸国宅，因为国贸39年，我刚刚讲四维国宅45年对比起来，国贸都还是个弟弟就这样，你自己想一个国中生在看一个小一新生那种感觉因为他们相差6年。那再来是台南台南的林百货这不能买卖啊那很有趣，所以拿出来讲。它是1931年日治时代兴建，屋龄92年，酷吧？屋龄92年，这有电梯92年前就有电梯咯。你去台南应该很难不安排一个林百货去逛逛看，只是那时候电梯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那时候叫流笼，好像铁笼子这样，就是我们去看一些欧美的老电影啊，一些老饭店，它会那铁丝网这样子把它架起来的那种以前叫流笼，那就是电梯的前身了，反正就很像现在的货梯啊，铁箱子这样啊，中间也荒废很久，现在是台南知名的文青百货公司还在继续使用，没有整个拆掉重建因为它是古迹了产权现在是归台南市政府，那台南市政府也花了前后3年多的时间去做修复，现在做生意营运中，你应该有去逛过，所以你看政府公权力介入，它弄得起来。那另外也要说一下它产权，它就很单纯它就归市政府，意思是一个地主都不用协调或什么，这是最理想的案子。它又是商用不动产，又单一产权，那个产权就是市政府自己，他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是目前处理起来最简单、成本最低的状态的案子。所以我会说台南林百货是屋龄92年有电梯，很特别，但它不能当做以后老大楼的范本，就是一般老大楼超过30年老实想。你怕个屁啊，对不对？这个92年的老大哥站在前面，真的是30年我真的认为还叫头好壮壮。再来是台中台中的合作大楼，在台中公园的第1排，屋龄46年有电梯里面还一堆人在住1楼一大堆店面这个就是我说的典型大家就凹着能住继续住这样，这东西要都跟基本上不可能去了，因为容积率真的被用光光用到满了，只剩下台中市政府这个玩家去帮大家兜底，只能这样。他还在买卖还在住你可以那个 Google 街景拉一下，叫合作大楼其实你都路过，所以老房子老起来，它不是说一定会变得非常恐怖好像恶灵古堡那样，并不会。我会说全台湾有电梯的大楼，如果是因为屋龄太高的考量，那你要紧盯这个案子。我说的就是台中合作大楼这个案子，就要看台中市政府会怎么样去改善，或是放着继续不改善。因为这个46年的合作大楼会成为全台湾各地县市政府处理超高屋龄大楼的教科书范本，不是台南林百货，而是这个台中合作社大楼它才有代表性。等一下我要讲的台北胜利大厦其实也不算具有代表性。最后一个台北烫金地段敦化南路一段的胜利大厦，民国53年盖的，距今屋龄不知道没有，因为拆掉重盖了它拆除前的屋龄大概40年，已经拆除了，然后重盖成为元大百悦是豪宅案，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民间都更的案例。为什么它会成功？因为烫金地段，住户又有钱，真的在都更审议委员会里面写到什么居民皆具经济实力什么什么的住户有钱，这个住户有钱就很有别于其他案子，比方说高雄四维国宅，比方说国贸国宅，比方说台中合作大楼敦化南路的这个胜利大厦，住户有钱，这个有钱程度它才能够支持起自己的一个民间都更，自愿支持虽然历经很久，中间还有停着没有进度的时候，但最终顺利拆除重盖。那这个就是属于民间自己跟财团去搞定的都更案。我会说这个案子还是不能够当做范本。你看刚刚提到的台中合作大楼，地段是不错，但规模太大，户数太多，而且它的居民没有像台北市胜利大厦的居民老居民这么有钱。台中的合作大楼这个才能够当做范本大家都要看，全台湾都要看，看你台中市政府要怎么处理。你说高雄不能自己先做你高雄不是45年，只差1年，现状就是能住继续住，能凹继续凹不然嘞带你快速的看完4个目前台湾最老的电梯大楼，不是最老房子是最老的有电梯的大楼你可以发现什么台北景星大楼，不是人家讲猛鬼大楼吗？说什么6楼有人家宗祠吗？都放牌位，然后门也不锁，你要去你都可以去，很恐怖这样。它屋龄才37耶，对啊，都还只是个弟弟
你看我们刚刚讲的，随便一个45，随便一个46，然后李百或90，对，他屋龄才37呢，大概就像壮年这样。高雄市四维国宅在高师大林权街、吃饭街那边，屋龄刚过45，然后他怎样？他很烂吗？他扛过了921耶，他扛过了311耶，扛过了43花莲大地震，扛过了超过100颗台风，目前都还是很好住的状态，而且因为学区很好，它正对面就是那个文化中心变成说四维国宅，它并没有变成龙蛇杂处八大很多的地方。相反的，做八大的人，你去看到一个平静单纯的四维国宅，你会觉得这个社区太安静，很和平这没办法继续里面东告西告，因为一下子就会被检举，所以。住户的素质有钱那就做民间都更自干就行了。没钱麻烦要等市政府介入。那没钱但生活习惯好、经营好这个社区好好的，那也一样，就是等市政府介入。然后它并不会成为当地的一个犯罪温床或者什么。我讲那个高雄四维国宅很多高雄的都不知道。要讲也是讲他隔壁的那个国泰的案子比较有名四维国宅就这么老了，45年前我最后要下结论屋龄的问题真的没那么严重真的没那么严重。会严重就在于哪里？就在未知2个字我就不知道我现在买这30年、35年的大楼以后会怎样嘛我就不知道所以我会怕所以我认为中央政府应该要带头做出超高屋龄大楼的相关措施跟承诺，就是你要让人民很清楚的知道说大楼的屋龄到哪一个阶段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就好了你管它房价会跌会涨，就是有一个规则出来让大家 follow 就好了。那你详细的立法、权力分配计算这些东西都可以再研究。身为民众，只是需要知道说屋龄到什么程度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就会被纳进购屋的考量上那这件事情其实就解了，我的建议是怎么样？我的建议是，屋龄超过45年启动安置计划，屋龄达到50年拆除重盖，拆除重盖过程中至少需取得50%社会住宅，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反正屋龄45年这超高屋龄的现任屋主，超过80%都是继承，对不对？不然就老人那又能够变身成新房子，做社宅、出租、包租代管，他们是没有意见的。我的判断是这样这样一来，高屋龄的电梯大楼就有一个解决方案嘛，那大家就能够安排剧本嘛。你该买的就去买，那你要卖的你就去卖都能够安排。我再强调一次政府现在社宅是国策那透过直接拆除，然后去盖新的来做中间过程说反正你这继承宅你也不住这里嘛，那你就是甩给这个政府包租代管，我给你一些什么税金优惠，大概这样子做就好了。这可以处理掉什么问题？精华地区土地的问题，大家都会是同意的，因为他手上捏着一个什么屋龄37年屋龄42年，他也是很痛苦，你知道，他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惶惶不可终日是这样。那现在政府介入，然后要求他把它弄成社会住宅随便了，反正他自己也不敢住那里。我想这个东西是有搞头的。那你说钱怎么来？政府是有钱的，房地合一税，对不对？2024年抽超过500亿新台币的房地合一税了呢。内政部是有钱的，他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叫围绕大楼重盖，然后制造出50%的社会住宅，还不错他花的钱就是营造的成本而已而且又是蛋黄区精华地段的土地你觉得这个提案如何？今天带你看了那几个国宅我个人觉得真的很有趣。那个台中合作大楼我改天像我都看高雄，但我改天有机会我要去看一下故意找一间有在卖的房子我去看一下，我要去看它的电梯，我要去看一下它的那个逃生梯看看到底有多恐怖。我未看先猜，应该也没有很恐怖。超高大楼只要有在管理，其实都不会烂到哪里去。跟你们。